木德，你还记不记得在五竹村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？我问过你很多问题吧？好，你问问题吧。你喜欢我吗？那个问题，我一直没回答。如果现在回答，还来得及吗？你说过，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时机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木代，我喜欢你。但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。那如果我说我已经往前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追你，拼尽全力追你。还来得及吗？妈妈喊铃了，对吧？我不想我们各走各路，也不想你牵别人的手。阿妈说，前路会更好。但是我想，前方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怎么都不会好。没关系，回忆悄悄对着话，问彼此滚烫的烈火，一起穿越困境的风沙，在永恒间向自己回答，这无常的命运啊，荆棘的悬崖，走过伤痛交加，梦就在坚守里抵达。看那未来的彼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到哪儿了？哪儿啊？打破迷雾的蜃楼，迎着城市的一多温暖啊！按照国际惯例，一个小队到最后，往往都成双成对儿。我师傅他俩能成。
找吓唬谁呢？不服啊？哎，小胖胖，你待着，挡着我了。把您给忘了，我抱着您啊。瞧吧，这跟欣姐是有点异常了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推测可能是对的。还有一个野人，还有另一个琥珀。这根心结不是完整的。真是哎，他的反应这么异常，也没有给我们展示水影。那么说还有心结留在月亮山里？不过没事，大部分心结都在这儿了，残留的那一点应该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我和扎妈说过了，要是再有什么情况的话，立刻联系我，不能让剩下的心结再祸害其他人。你们对我这次的冷泉之行啊，怎么看？真的挺有价值的。博阳子、木姐、凤凰鸾和我们的遭遇都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我明说了吧，不管是水还是血，对欣姐来说，你都只能暂时束缚住她。只有找到传说中的那几样东西，才能永远的把欣姐封印住。可这个要去哪儿找呢？那再一个，那心结一共有几根啊？要是只有3根的话，咱这差不多就成了。什么提携？肯定是问住了他。罗小刀，哎，来了。曹胖胖，我花钱是雇你干活的，你可倒好，罗小刀，活花钱做生意就了不起，人走了是不是8、9天，这租门店、你怎么想？装修都成了我一个人的这个事事儿。儿知道了。确实，I'm sorry。烧什么软？以后我伤点心好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你你什么把那多态度？远了？他说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办。放屁！你说这扒了他两天给我屁股忙的呀，我都没有时间照顾娉婷了。多亏了人家连小姐，要不然这事儿这连小姐，凤凰楼斜对面的那个连烟店的老板娘啊，听说咱们要装修了，人家很热心，出了不少好主意呀。你和他怎么认识的呀？这不是刚跟你说了吗？邻居啊，一个邻居都比你上心呐。这个连小姐，以后不要联系了。为什么？那红烧，我就得回了啊！我这儿把你送到了，也算是任务完成了。刚曹胖跟我说，张叔等我回来就把我皮给我扒了呢。我真得走了，后面的事儿你自己能解决吧？你真知道要做什么？后面还有什么事儿？首先呢，就你得给你爷爷准备一张好看点的遗照吧。这其次啊，丧葬大事，你得给你爷爷发送发送吧。什么挽联、花圈、校服、黑纱，你也得准备一下。还有墓地，你也得打电话联系一下，找个什么风水。等一下，你从头说一下。第一个是遗照，那我来。第二个是。多亏了我在哈，哼，这小老板娘还跟我抢，她这能顶什么事儿啊？宁外才，就这些事情，你怎么都这么了解？我怎么不熟悉啊？我10多岁就出来了，那个时候混口饭吃，什么装孝子、帮哭丧，什么事都干过。严老头，严老头，
你们是谁啊？哟，总算今天有人了。爷爷呢？在里面。哎，严老头！不是。哎，严老头！严老头，出来！有什么话跟我说也可以。你爷爷呢？死了！你们严家他妈在玩我呢！我一再让你们延期，你们跟我玩死盾是吧？好，装死是吧？装死就可以不还钱了吗？让爷爷出来！什么叫装死啊？我爷爷有死亡证明的，你要看吗？我拿给你。还给我装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你这胳膊？哎呦！哎，我这史料不错吧？他教的，那严家人的功夫你是知道的。你们姐根本就不够看，到时候医疗费都不够你赔的。欠债的确是要还钱，这天经地义。但是不能说你说有债就有债吧？借条呢？借条，来。兄弟，你这借条保真吗？啊，你还债也得讲个基本法吧？老赖跟我讲基本法。你看清楚！我叔叔一共欠你多少钱啊？小妹妹，你听好啊！押上这套房子还欠我120万。我不仅有这个借条，每次来我都还有录音。你爷爷可是亲口答应的，说一定会还我这个钱。怎么了？你们严家人说话都是放屁啊！兄弟，别骂人，消消气儿啊！我还。你消。这个钱我来还你。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严家人从来都是说话算话。我说了还你钱，我就一定会还。但我现在没钱，可是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挣。也许我还得慢，但是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现在没钱，你拿什么还？又慢慢还，跟我玩什么套路啊？啊！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你打死我好了。兄弟，你也听见了，那人家不怕死。给你个方法，来，报警，让法官来判，叔叔欠的钱该不该让侄女还？你觉得呢？人家一小姑娘扛那大几百万的债，还给你还，可以了，啊？好啊，必须得还干净了啊！走。那个红山，你确定你没问题？可以啊，真的没问题？不就是，哎，你不是给我写了注意事项吗？我就按照这上面，一个一个来嘛。分头找，慢走。木奈，你去那边找吧。我找着了！小花哥，这儿，我找着了！哎，
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块琥珀，你赶紧送回去，这里我来解决。莫代呢？他和你一起出去的，他怎么失踪了？不记得了。那就好好再想一想。我说了，我记不清了，快把我放了，信不信我报警？我这辈子亲近的人不多，最恨别人对他们下手。我的朋友、兄弟、爱人，我最恨别人来动。你回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好想，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帮你想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让我觉得又畏惧又兴奋。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朋友，想躲开，但又想靠近。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我想办法接近你的家人。2楼有个房间，我觉得很清静，但是门一直锁着，我进不去啊。这次你们回来，情况又有了新变化，像是有一个声音在一直召唤着我过去。姐姐，2楼不可以。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房间门口了。脑袋里却一直想着，想什么？把木代吊死。然后呢？吊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给他下药啊，把他带到了这里。然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然后呢？他打我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木代呢？我进不去了！他打我！说明都是实话了。上了半年医生，我肯定会没事的。说不定现在就回家了啊！我去找他。由于这会儿小罗哥在忙，就由我来为大家做实地记录，以便日后讨论。注意了，水影出现了。八家院不是烧了吗？怎么又修复了？被烧的女人怎么也康复了，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以上就是这次水影所展现出的故事。但是有点奇怪，你这个院儿烧了还能再建，人烧了能跟没事人似的？这故事情节难道是倒叙，从后往前讲的？
那个，你小时候和小野人是好朋友？他也配？我去了月亮山，他在山洞里画了很多画，画的都是你母亲带你们俩玩。没错。我妈那时候怕他寂寞，会带我一起上山跟他玩。一个畜生还怕寂寞？你都进山了，就没有陪他玩过？当然不是。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还教他画画呢。画画是你教他的？不然呢？一个畜生要是没人教他画画，他懂什么叫做画画吗？你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小畜生，能不能放尊重点？叫一句畜生就生气了？那你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不得气疯了？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妈怎么会让我单独的带着他？她又怎么会事事都听我的呢？你做什么了？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摘了个蘑菇在嘴里嚼，然后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你装中毒啊，然后让他带你去寨子。进了寨子我就好了，我大喊，我大叫，我让村里所有的人都来看他。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被人砸石头的样子。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活该。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，就是因为他全没了。我妈不要我了，我爸给我找了个好妈。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都是因为那个小畜生，他活该。连小姐，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对你的爱。你有一个有情有义的母亲，你还有一个正直、善良的妹妹，你都失去他们了，但不是他们不要你，是你不配，你从头到尾都不配。对了，刚才嘴里说的小畜生，在我看来，比你更像人。
那女孩太惨了，都被撞飞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撞成这么惨啊？警察都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满地的水渍，看血。对呀，哎呀，这这么惨，你说这人能活吗？哎，我听别人说这人都撞得血肉模糊了。哎呀，你说他家人知道要多心疼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我儿子受伤了，快！医生，我是家属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是家属啊？对。头部有外伤，按 CT 检查未见颅内出血，但是情况不明，来到 ICU 观察。那没事吧？得观察观察。那个床的病人呢？出院了，出院了，办了手续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有个东西落床上了。喂，张叔在吗？没在。张叔给我留了张纸条，他说和老板娘有急事要出趟远门，让我看着酒吧。我刚给他们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呢。好，我去找万婆婆要消息。喂，喂，张光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要查的这个人，恐怕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个张光华也是落马湖人，他跟李亚青同住一幢楼，案发以后他就失踪了。也在落马湖。一个故人，想知道他的下落而已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丢了就没了。跟丢了？不赖我，那小子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而且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大悍马多愣，咣一小油，咱这淳朴的人民群众跟不上。哎，妹妹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瞧上你了，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？要我说呀，他长得也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马图文背后的人是卢任。快跟上！不得撤吗？又让他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什么意思啊？开车那小子我认得，大花蚊子，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请这位曹爷。您客气。能不能找到他家在哪儿？一定能。行，再信你一会儿啊。说。定位显示已经到了。那这么多家，哪家是他家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。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
业务呢？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。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何人？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僵。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无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啊？有事儿？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跟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山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
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青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一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，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清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
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木代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，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这都喝半瓶了。跟你喝酒喝1整瓶又怎么样？这酒好贵的，你不吃亏吗？怎么会？哎，老公，老公。这儿呢。喝一碗还没跪够是吧？不是，他是。让我看看。哎，麦坎伦。好啊。改一个字儿就骗到手了。你死渣男，你不要脸！哎，说别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那。哎呦，老公，他跑了你不追呀？夏老板娘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我担不起呀，我追，我追不了。开个玩笑，使使劲儿啊！那我帮你蒸蒸骨，我真会及时拉汗。哎呦，夏老板娘，
我是顶不住你这8年的功夫，我这手要断了！救我！救我！现在救我！牡丹，牡丹，在这想恼什么呢？红爷，赶紧松开啊！你别总是欺负13000，我没欺负他。这张叔在外面忙活了半天了，你赶紧让他去帮帮忙。去吧去吧，快去追吧！你上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切，追他个屁追！杜甫，别宽容，不跟你计较。张叔也是，这杜甫也不告诉我，真是的。你呀，别总跟13000过不去。看你，总叫人家13000，13000，我连他的大名都忘了。我叫他13000，就是时刻提醒他，你帮他还了13000块的债，他得感恩戴德，他欠你。那也不是白欠的，13000块，他要在我酒吧打工1年呢，这样算下来挺合适的。打工1年，哎，您瞧着吧，这1年啊，得各种揩店里的油水做小账。他这种人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。哎，侯爷，您不是睡下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李老师家的案子啊，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。快跟我讲讲你打听到的事情，要不然红姨真的睡不着了。那个李坦在小商河看到的凶手，多大年纪？有多高？个子不高，好像这么高。不对呀，哪不对啊？啊，没事儿。啊，不吃了，红姨，都吃饱了。哎呀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哟，毒副手，拆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？啊！拆快递的快乐你不懂，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桌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香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。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西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多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
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家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黄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你。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，被打了吧？你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那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？真事儿啊，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。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了。木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嗯，他叫曹延华，这是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你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你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这13000。这见过。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哦，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地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嘿，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。听着像骂人。我三兄。对。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就是啊，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！木丹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你教着点我。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
别想动红姨。老板娘，红姨，他是罗刃。霍童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岸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伺候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。我愿为之拼到最后，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
去深究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，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望眼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，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落马湖是霍从这号人，他家住在陈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
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哎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